过来看一下豆芽有没有下蛋。来，起来，让我看一下。哎，还真下了一枚呢，已经爆浆了。回去洗干净，丢在孵化器。在池塘里面发现盟主送我那一只鸭子也下蛋了。这一个个的下蛋也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害得我每天都要到处找。拿了你的蛋，不要生气啊！过段时间还你一只小鸭子。前段时间不是孵化了3枚鸭蛋吗？有1枚没受精，有1枚弱精，有1枚正常的，中途的时候停止发育的。主要是年前那一段时间太忙了，忘了给孵化器加水，尴尬了。现在鸭子大量产蛋，开始孵化，把豆芽丢到池塘里面，和隔壁的鸭子培养一下感情。别这一次孵化的又是3号的孩子。孵化到第7天开始照蛋，已经有1枚受精了，这1枚也是受精蛋，血丝很明显，正常发育。孵化到第23天的时候，这只小鸭子已经把内膜给顶破了，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转肺呼吸。起嘴之后，我们也可以选择辅助它一下，提高成活率，但是我决定等待12小时之后再进行辅助，看它自己有没有着壳。第24天还是没有着壳，安全起见，给它开个孔，让它好呼吸，以免憋死了。开孔的位置在它嘴上方，把孔稍微开大一点，看到它的嘴巴就可以了。嘴巴已经露出来了，我刚刚还听到它在里面叫，现在应该还没有吸收好。过几个小时我们再看。又过了几个小时，把孔给它开大一点，顺便照一下蛋壳里面的情况。这4周都已经空了，来吧，我们继续剥蛋。哎呀，剥多了一点点，不过这种情况很正常，问题不大。我们放在孵化器继续等待。孵化科尔鸭的第25天，我又给它剥了不少，这一次已经吸收差不多了，没有流血。预计正常情况今天就会顺利出壳。看样子应该是一只小黄鸭，基本上已经全部吸收好了，现在就等它自己出来。孵化器里面剩下6枚蛋，有1枚比它晚2天，有3枚蛋是别人送的混养异色的，不知道能孵出啥，不过还早嘞，放进去没多久。哎，这个小家伙自己把头伸出来了，看来要不了多久它就能彻底出壳。给它做一个小棉被，这样躺着会舒服一点。好像已经出壳了哦，赶紧过来看一下。的确是出来了，有一只脚还在蛋壳里面，吸收的还不错哦。不过这个小鸭子现在看起来好丑啊。这是一只白色的科尔鸭，不过身上有几根杂毛，反正不是3号的孩子。放到保温箱，等它羽毛干了我们再看。另外1枚蛋已经孵化了23天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这只小鸭子也起嘴了，这个嘴巴特别明显，刚还动了一下。我在它嘴巴上方给它开了一个小孔，让它呼吸。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出生的这一只小鸭子，羽毛已经快干了，但是还站不起来，因为出壳的时候它们也消耗了很多的体力。现在就让它好好休息。又过2个小时，这个羽毛已经干了，有一边眼睛这里因为剥蛋壳的时候流了一点血，问题不大，过几天洗个澡就好了。我还说带它出来晒个太阳嘞，没想到刚刚出来太阳就躲起来了，还是待在保温箱吧。等你的兄弟出生了，过几天带你和你的兄弟去认亲。兄弟们，我的另外一只科尔鸭今天已经孵化到第25天，预计最迟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就会顺利出壳。今天我准备把他的哥哥带出来见一下他的父母抠仔和豆芽。他的爸爸这一会儿在池塘里面游泳，所以说先带他去见豆芽。豆芽刚刚好像去臭水沟了。哎呀，已经看到孩子他妈了，我觉得还是不要见比较好啊，以防以后这小鸭子天天跟着去臭水沟。你看你妈妈多重视你，为了见你还专门去臭水沟化了个妆，这个妆真的化的是一言难尽哦。
以后你可不要学他哦。走吧，我带你去见你的爸爸，这不是你亲妈啊，不要相认。他的爸爸此时此刻正在池塘里面，我相信他看到我之后一定会很激动，想咬我。哎呀，这个水上漂轻功十分到位，马上就要过来咬我了。为了小鸭子的身心健康，还是不要见面了。刚这个家伙想咬我，然后卡在那里的，过不来了吧？还好我跑得够快。算了吧，我们还是说一下第二枚蛋的情况。第二枚蛋昨天，也就是孵化到24天的时候，我给它开了一个孔，让它呼吸，以防憋死。我照了一下，还没有吸收好，所以暂时就不要播。第25天早上的时候，我发现它沿着我给它开的这个孔旁边，又啄了一个孔。又过2个小时，我发现破壳的范围更大了，然后还有一小半还有血丝。这个时候它自己在破壳，我们暂时就不用管它。到了下午接近4点钟的时候，我发现它啄壳的这个进度明显缓慢。我照了一下，里面已经全部吸收好了，能看到的范围没有任何血丝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适当的辅助一下，以防它自己啄壳啄不开，把自己给累死了。关于辅助这个事情，一般也就科尔鸭需要辅助，其他的蛋基本上不用管，它们会自己出壳。一般辅助的时间自己把握，基本上都是在24天、25天居多。根据自己的温度高，它们可能出壳早一点，发育比较快；温度低，发育迟缓，就比较慢个1-2天，都属于正常的。目前没有任何血丝，基本上已经全部吸收好了，所以我们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剥壳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细心观察。好了，辅助到这一步，基本上就不用管它了，没有任何血丝，基本上已经吸收完了。现在它这个头，我估计1分钟之内就会自己出来。最近我们这里的温度还算是比较高的，所以说孵化科尔鸭25天出壳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范围。这个头已经自己出来了，我还观察一下蛋壳，里面好像已经没有蛋黄了，说明已经吸收完了。但是为了以防万一，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碰它了，让它自己出来。这第一眼看到我，以后肯定很亲人呐。不过想要亲人，还是要多互动。现在把它放到孵化器，等它出来吧。出来了，吸收的非常完美。这和昨天那只小鸭子不能说有点像，只能说一模一样。现在把它放到保温箱，等它羽毛干了我们再看。羽毛已经干了，看一下它们2个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。就错2天的时间，差距这么大。然后因为破壳消耗大量体力，也挺累的，在睡觉。这个鸭子还不停地啄它，等一会儿要给它们分开放。本来刚出壳就很弱，再被欺负就有点危险。然后这3枚蛋送同城的一个老乡，他也想孵化科尔鸭，等一会儿就给他送过去。把2只小科尔鸭带出来玩一下，出生也就相差2天，这个块头差距还是挺大的。右边的这一只是出生稍微早一点的，它特别喜欢啄这一只小的，所以就给它们分开了。而且这个小子从小就喜欢咬我的手，基因很强大哦。哎呦，这家伙突然飞过来，把小鸭子都给吓掉地上去了。它是专门飞过来啄小鸭子的，还好我挡着在，没啄到。只要是我把小鸭子给拿出来，它马上就飞过来了，放到桶里面，以它的海拔够不到。然后它就抱着这个桶一直在转圈圈，它偶尔还会踮着脚看一下，确认小鸭子就在里面。但是它智商明显不够，它只知道转圈圈，看一下哪里有门，已经转了几10圈了。哎，就算不是你的孩子，也没必要咬它们呢。嫉妒心这么强，干嘛呢？看我再试一下啊！小鸭子拿出来，3号在菜地，它看到之后马上就冲过来了，而且速度特别快。就这样，你还想咬它？哎呦！哎呀，这小子这一口咬的可真准，咬在我的伤口上面。温柔一点啊，以后还指望你罩着它了，这见面就咬。
不过现在肯定不能放在一起，差距太大了，放在一起会把它咬死的。现在他们两个还住在保温箱嘞，等过几天天气好一点，它们稍微大一点，带它们出去游泳。这一只出壳的时候，眼睛上的毛不是被粘住了吗？本来我还说过几天给它洗干净，结果这2天它自己在喝水盆里面自己解决的，洗得非常干净，现在完全看不出来了。好了，它们现在还小，先放回保温箱，等大一点，温度高一点，带它们出来玩。又开始了，见面就欺负这一只小一点的鸭子，还是要把它们给隔离。来，小伙子，跑快点，过来跟你说点事儿。这家伙现在真的是到处跑，跑到别人家门口去了，女朋友都跟别人跑了，还在跑。你别急啊，这不还有鸭蛋吗？总有一个我相信是你亲生的啊，到时候有了我第一时间告诉你。我一大早出门，到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了。这只科尔鸭第24天，我就给它开了个孔，到现在已经进入第26天了，它自己完全没有着壳的意思，已经全部吸收好了，所以说我给它剥出来。这一只好像没有任何杂毛哦，先放到保温箱里面，等明天羽毛干了，我们再确认一下。这是它的2个兄弟，这一只已经出生第6天了，这一只已经出生第8天了，块头一个比一个大。现在我也要睡觉了，早上起来我们再看看。半夜出生的那一只小科尔鸭，羽毛已经全部干了，身上没有任何杂毛，毛茸茸的，看起来特别可爱。给他们3个来一个合照，左边的是大哥，右边的是小弟，块头也是一个比一个小。鸭子成长的速度特别快，一天一个样。这样一看，是不是觉得它们和普通鸭子好像也没啥区别啊？科尔鸭它的嘴巴是比较短的，脖子也短，腿也短，这是它们和普通鸭子的区别。而且蛋壳比较硬，所以说每一次我们都要人工辅助，成活率是比较高的。除了科尔鸭，孵化其他的蛋没有特殊情况，基本上是不需要辅助的。就拿这一只出生第8天的科尔鸭来说，你就这样看，和普通鸭子是没有任何区别的。我现在去别人家借一只普通的小鸭子，这个季节养小鸡小鸭特别多，别人买的小鸭子特别便宜，这一种已经死了好几个了。我们随便抓一只回去，这个大小也差不多10天这个样子，随便抓了一只，就这样放在一起，好像也看不出有啥区别哦。这样看的话，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。它的这个嘴巴和成年的科尔鸭嘴巴是差不多长的，它们2个大小差不多，但是普通的这一只鸭子脖子明显长了很多。这样一对比，是不是差距就出来了？我们做这个比较，不是说它品种的高低贵贱，还是我之前说那句话，只要自己喜欢，不要去用价格、品种去衡量它。只不过是每一次我辅助科尔鸭出壳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说我手贱啊、拔苗助长啊，他们28天自己会出来呀，根本不用管啊之类的。我们也只是为了提高他们的成活率，因为他们有先天的缺陷，所以说必须要辅助，这个是没有办法的。特别是 S 级的科尔鸭，像宠物级的，有一部分你不用辅助自己能出壳，这个也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。现在把这只鸭子给别人还回去，它找不到自己的小兄弟，很慌啊。我之前用旧手机换的鸭子和这一群是一个品种，我已经把它送给邻居，别人养在山上了。这家伙天天欺负几只科尔鸭，几只鸭子现在根本就不是他对手，而且还动不动还想和母鸭子交配。所以说我把它送给邻居，邻居养到山上去的，也挺好的。还有这个家伙，我今天发现它左边的眼睛好像是有点问题，昨天晚上还好好的，有问题要及时发现，及时处理，这都是小问题。晚一点我们再观察一下。最近我家2只鸭子产蛋量有点高哦，孵化器里面还孵着在，这鸭窝里面随时都有惊喜。赶紧让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下蛋，这不又下了吗？而且这个鸭窝被2只母鸭子加工的还像那么回事儿。最近它们自己在孵蛋呢，那就让它们自己试一下吧。现在只要是我一靠近，它都在警告我不要动它的蛋，
而且这鸭子已经孵蛋孵了好几天了，身上脏兮兮的，也没有出去游泳。而且它有的时候孵蛋会把这些草全部盖到自己身上，隐蔽工作做得相当到位。这只母鸭子靠谱。又过2天，我再过来看一下有没有新蛋。你小子是不是该去洗个澡了？这身上太脏了。啊，这不又下了一枚吗？就让它自己孵化吧。它这个窝搞得还可以哦，相当到位。这个豆芽有的时候也是搞笑，它偶尔会飞过来和这只鸭子抢窝，但是每次就躺个1个小时就飞走了。看一下它们每天自己是怎么出来的哦，根本就限制不了它们，有翅膀就是好。这2只公鸭子每天跑的是最积极的。看那个豆芽，我还特意给它准备了一个窝，它就是不进去，每天都在抢窝。给它们送一点补品，每天饲料、面包虫、菜叶。生孩子期间营养要喂均衡一点，有时间我给你们熬个脑芽汤喝一下，补补身体。他们的保密工作做的是真好啊，出门的时候还把鸭蛋给盖起来，又增加了1颗，3颗了。你小子在这里看啥呀？我在这里看个鸭蛋，它就在上面伸着个脑袋一直往下看，还挺好奇的。你看一下这里面有没有你的孩子啊？已经盖起来了。又过了好几天，我来看一下鸭蛋啥情况了。这个豆芽已经把主位给霸占了，那一只孵蛋的鸭子就走到墙角去了。让一下，我来看一下鸭蛋啥情况了。哎，有4颗蛋呢，你也让一下。哎呦，速真快哟！这几天不看已经有5枚鸭蛋了，已经有5颗鸭蛋了。过几天我照一下受精的情况。今天来看一下这些鸭蛋受精的情况。这个豆芽总算是开窍了，到这个窝里面来了。我刚刚检测了一下，有3枚蛋是受精的，有1枚属于弱精，估计中途会停止发育，有2枚正常的。这2枚蛋没有受精，可以丢了。好了，以后我们定期检查，等待科尔鸭自己孵化出自己的孩子。这家伙自从孵蛋之后也不洗澡了，脏得很。每次把它丢出去玩个半个小时就赶紧回来了，挺负责任的。又过了一段时间，感觉小鸭子就快出壳了。这个豆芽最近天天和那一只孵蛋的鸭子抢窝，它自己窝里面的草都已经被它给搬空了。那一只孵蛋的鸭子吃了点东西已经回来了，它马上就要开始抢蛋了。最近天天都在抢。看一下，已经拐了1枚蛋放到自己肚子下面了。豆芽马上就会把蛋给拐回去。他们俩最近天天都是这个操作，都在争夺孩子的抚养权呢，特有意思。现在豆芽抢了1颗蛋，另外一只鸭子抢了2枚蛋，它们都在分开孵化。不过豆芽就是个打酱油的，也就这几天稍微积极一点。你赶紧让一下吧，蛋还是让另外一只鸭子孵化比较靠谱。这一只鸭子已经脏得没办法看了，应该孵化了差不多有20天，没有出门了。好了，你们安心孵化，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我去看小鸡打架。我养的这几只小鸡现在天天都在打架，特别有意思。我准备养3只，剩下3只都送人，有点舍不得啊，但是不想养那么多。这6只小鸡应该是3只母的3只公的，到时候再说吧，暂时先养着。一兄弟捡到了一只小喜鹊，从市区开车开2个小时给我送过来了，还挺小的，赶紧放到保温箱去，这么小很容易肠胃受凉。这是他家的狗子也带过来了，还挺凶的，一直对着我叫。看他这个大耳朵长得真的是丑萌丑萌的，也挺有意思的。这是昨天那个兄弟送过来的小喜鹊，昨天在我们这边我们聊天聊了好几个小时，快天黑的时候他们才走。晚上给这个小家伙搞点吃的，顺便换了一个窝，感觉今天变化不大。看到它就让我想起了去年放生的几只小喜鹊，我之前还发个朋友圈，回来了我还挺高兴的，没想到今年再也没看到了。
希望它们都是找到对象，然后繁殖下一代去的。现在这个季节，很多鸟还是挺危险的。看地里面，这些玉米都是别人撒的农药的，专门毒鸟的，像斑鸠啊、喜鹊、红嘴蓝雀、竹鸡、野鸡这些。不过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，这个也是没办法的，我不发表意见。反正这些小鸟到了我这里就是缘分，养大的直接放生。小伙子，从小就要开始吃消音器了，要习惯的哦。又是新的一天，这小鸟身上还是光秃秃的。幼鸟之所以容易受凉，是因为它们本来体质弱，第二的话，它们肚子上的羽毛是最后长的。所以说保温措施是一定要做好的。现在翅膀和尾巴上的羽管已经长出来了，只要是营养补充到位，它们成长的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小家伙过来的第4天了，身上的羽毛又长了不少。这2天把这一只小鸭子和它放在一个保温箱，结果它自己的窝它不住，它天天往喜鹊窝里面钻。我看到时候喜鹊放生飞走了，你可怎么办？鸭子是最有依赖性的。先给它们喂吃的，今天的食谱是小鸡饲料加煮熟的鸡蛋黄，用水拌均匀，稀饭状态就可以喂了。这一只小鸭子脸皮是真厚啊，现在每次喂喜鹊的时候，它都要抢着吃几口。你先吃，吃饱了我再喂它。等一会儿去找一根雪糕棒，然后挑着饲料喂，是挺不错的。每次都忘了。终于到你开饭啦，小鸭子已经跑了。好了，吃饱了，1-2个小时喂一次，每一次喂到不张嘴，不要喂变质的食物就可以了。这个脸皮厚的鸭子，现在你们还可以住在一起，等长大了，喜鹊直接飞走了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。早上外面的温度还有点低，先把它们放到保温箱去，等一会儿继续喂。科尔鸭孵化小鸭子的第24天，早上我还说来辅助一下，结果我发现这只小鸭子已经自己顶壳了，还有2颗蛋，估计也就18天左右的样子，还早。今天我们要密切关注。这个豆芽今天居然下池塘洗了个澡，现在干净了不少。你就不要去孵蛋了啊，你纯属是打酱油的。又过2个小时，我过来看一下。你把蛋给埋起来干啥呀？准备去逛街吗？着壳的地方越来越多了，现在我们就不用辅助了啊，静静的等待它出壳。到了下午时间段，这个壳破了这么大一个洞，而且这是用外力从外面啄的，应该是母鸭子进行的辅助。这个豆芽又过来抢窝了，正好让那只母鸭子出去洗个澡，你来换班吧。看样子今天是不能顺利出壳了，要等到25天，我们明天早上再看。这个跨度有点大哦，昨天还说小鸭子没出壳，今天过来一看，直接出来了。这可能是刚出壳没多久，看起来身上还是湿湿的。这个鸭子昨天洗了个澡，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干净多了？听说坐月子不能洗澡哦，有没有这个说法呀？实在不行，明天就给你熬个老鸭汤喝一下，补补身子。来，让一下，我再看一下小鸭鸭。这一只母鸭子以前还挺怕人的，之前孵蛋的时候，我只要手一摸它就跑了。现在小鸭子出壳了，它护孩子护得紧呢，直接把小鸭子给掏出来。这毛茸茸的，羽毛还没干呢，是一只小黄鸭，挺可爱的。这2颗蛋不行的，明天让豆芽孵化一下，让它也体验一下孵蛋的快乐。让这一只母鸭子休息一下，也孵蛋孵了20多天了，挺辛苦的。现在是下午时间段了，我估计小鸭子的羽毛肯定已经干了。来，让我看一下你的娃。哎呦，毛茸茸的小家伙，羽毛已经干了，好可爱呀，这小鸭子。给它放到地上，它就拼命的往鸭妈妈那里钻，但是太小了上不去，给你放上去。它自己孵化的就是好，也不咬小鸭子。我孵化的小鸭子往这边一带，它们就一起追着咬。给小鸭子带一点小鸡饲料吃一下。这母鸭子也不带它去吃饭，难道还要我当保姆吗？再搞点水给小鸭子喝一下。
这还不如我自己孵化嘞。再来搞一口饭吃。哎，你爬到我手上干啥呀？想跟我走啊？那是不可能的。还是还给鸭妈妈，让她自己带。我相信这个母鸭子还是挺靠谱的。不到一会儿的时间，这只小鸭子就钻到母鸭子的翅膀下面去了，在这里特别有意思。它还把脑袋从翅膀缝里面伸出来，这个样子太可爱了。好好带孩子哦。都说科尔鸭不会自己孵蛋，你这不就证明了吗？孵蛋你是专业的。有时间我就过来看一下。小鸭子还小，以防出意外。好了，先不打扰它们了。今天的温度很高，所以说带一只小黄鸭去河里面游个泳。这一只天天黏着喜鹊，也不知道和我亲不亲。等一会儿我们路上试一下啊。狗子要跟着我们哦，保护小鸭子的安全，以防有其他的猫狗还有猛禽之类的。路上还真遇到了一只橘猫，这只橘猫好像喜欢抓鸟，我们要小心一点。上一次这狗子追它把狗子暴揍了一顿，现在狗子都不敢靠近它。这狗子其实是比较胆小的，你这个牙齿真的是白长了。所以说咯，你要跟我搞好关系哦，不然的话我们就没人保护你。先测试一下，看这个鸭子亲不亲人，从来没有试过哦。好像追我追得还挺紧的，天生有亲人的体质啊，不错。哎，你怎么半路就躺下了？我在这里嘞，上来。又测试了一下，没想到它跑着跑着掉到沟里面去了。本来是一只小黄鸭，现在成了异色的科尔鸭了。不过还是相当可以的，从小就知道跟着我。赶紧把它带到河里面去洗一下。最近这个钓鱼佬挺少的，这河边的路都没有了。就这里吧，水看起来有点脏，不过也没得选咯。看一下这个鸭子有没有涡轮增压的潜质。就这个速度不行，这个发动机不好，废了。而且游了2圈，身上的羽毛全部都打湿了。本来很可爱的小鸭子，现在成了一个丑八怪的。不过今天的温度高，一会儿羽毛就干了。晒了10多分钟，羽毛就干了，好热啊！找一个没太阳的地方休息一会儿。躺在狗子的背上有安全感吧？狗子都不反抗。踩在狗头上试一下，好像狗子也没啥意见，就是不能动，只要一动的话，小鸭子就滑下来了。这是和狗子待出感情了是吧？就一会儿的时间，它就粘上狗子了。反正不是啥好事，因为狗子和猫玩的时候，动不动喜欢拿屁股坐它们。这要一屁股坐下去，那不直接成了标本了？想想都有趣。所以说，你最好不要和它产生友谊，这是在拿命交朋友啊，风险太大了，不划算。走吧，我们回家。回家的时候，狗子在前面带路。这只小鸭子就在后面一直追，也不知道是追我还是追狗。还是躺在我手上比较安全，羽毛已经干了。走了，回家去，狗子都已经跑了。晚上我说来看一下科尔鸭自己孵化的小鸭子啥情况了，结果发现母鸭子有一条腿伸在外面。它可能是怕把小鸭子给踩到了，这个小鸭子正好在它脚的这个位置，所以它把脚伸到后面去的。小鸭子自己出来了，现在晚上的温度挺低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还是要过来看一下，以防它跑到别的地方去冻死了。看起来我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保暖措施做得相当到位。走了，我也睡觉去了。白天的温度还挺高的，让它们出来溜达一圈。希望那2只公鸭子不要咬它们的孩子啊，也不知道是谁的。这不是我孵化的，就是不亲人呐，看到我就跑，一直跟着母鸭子。母鸭子去哪里它就跟到哪里，这是一个跟屁虫。你们2个不要欺负小朋友啊，肯定是你们的孩子，其中一个。温柔一点。刚说完不到1分钟，3号在这里扇了一下翅膀，小鸭子吓得掉下去了，母鸭子都快急死了，到处找，掉到这下面去了。这个小鸭子也非常慌啊，第一次出来就出这种事儿。看来还要我下去把它给抓起来。
你妈妈都快急死了。在这里，赶紧去吧。说来也奇怪，不是我孵化的小鸭子，这2只公鸭子居然不咬它，相处的还特别和睦。不过本来就是他们的孩子，母鸭子把它带着到处跑，我看着都挺着急的。毕竟小鸭子刚出生没2天，也挺危险，掉哪沟里面就起不来了。你看这个位置，母鸭子直接上去了，小鸭子肯定是没办法的。母鸭子还不知道孩子已经丢了吗？回来了。所以我之前就说嘛，这个母鸭子带孩子还是相当靠谱的。这只母鸭子正在教这个小家伙上楼梯的，但是很明显小鸭子太小了，尝试了无数遍还是上不去。母鸭子又回来了，它一遍遍的教小鸭子，告诉它，哎，是这样上去的。但是你就不考虑一下小鸭子的身高吗？小鸭子也是特别倔强，已经跳了几10次的，我相信它能跳上去。哎，上去的哦！母鸭子都准备再次过来教它，结果它自己跳上去的。目前小鸭子还是太小了，让它们玩一会儿，把它们放到鸭窝里面去。现在豆芽正在孵蛋呢，不是自己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哦。豆芽还啄这个小鸭子，你赶紧走吧，又要换班了。孵蛋的话，还是这一只鸭子比较靠谱一点，还有2颗蛋，估计还要几天就出壳了。这个家伙好怕人哦，还给鸭妈妈。科尔鸭最后孵化的2枚受精蛋，有1枚这2天就要出壳了，我们来检查一下。这一次孵化的3枚受精蛋，我之前都照了一下，它们中间差不多都相差5天左右。这一颗蛋最少应该还要5天以上。这一颗马上就要出壳了，这个小鸭子已经顶膜了，鸭子的嘴巴已经看得到了，内膜已经顶破了，现在就差破壳。这一颗蛋我们还是选择不辅助，让它自己顺利出壳。晚上再过来看一下，这样一照是不是很清楚了？蛋壳已经被小鸭子啄破了一点点。我估计这颗鸭蛋应该孵化周期在23天的晚上，接近第24天了。因为最近户外的温度挺高的，鸭窝这里有的时候还晒得到一点太阳，所以说出壳会提前。早上我又过来看了一下，这个啄壳的范围越来越大了，但是按照这个速度，最早也要到今天晚上或者是明天才会出壳。这应该是到了24天的晚上，啄壳的范围还在增加，但是还是很慢。所以说，要不今天半夜，要不明天才会出壳。今天晚上是等不到了。睡觉之前，我又好奇的过来看了一下，看看小鸭子到底有没有出壳。结果还是这个样子，变化不是很大，破了一个小洞。明天早上见。早上起来跑过来一看，发现小鸭子已经出壳了。这为啥每一次总是喜欢选择在半夜的，都不让我看到是吧？而且这很明显，这一次是3号的孩子啊，和3号小的时候长得简直是一模一样。看起来这个羽毛还不是很干，可能是天快亮的时候出壳的。可惜啊，又没看到。这个是破壳的鸭蛋，还在窝里面呢，把它捡了丢出去。然后我又去吃了个早饭，回来看一下小鸭子羽毛干好了没。如果彻底干了，去给它搞点吃的。这已经差不多了。等着啊，给你们弄吃的。为了方便，直接小鸡饲料泡水，它们3个可以一起吃。不过刚出生那只小鸭子，可能要再过几个小时，它才会吃东西。这一次科尔鸭自己孵化3枚鸭蛋，2枚都是自己出壳的，没有任何辅助。不过看它们嘴巴的这个长度，应该都是宠物级的。宠物级嘴巴稍微长一点，所以自己啄壳的概率是比较高的。我估计 S 级的还是要辅助，不辅助是比较困难的。而且这2只小鸭子肯定不是一个爸爸，从颜色都能看得出来。现在就等最后一颗鸭蛋了，反正还是不辅助，让它们自己出壳。又有3只科尔鸭要出生了，2只异色，1只白色。今天来给它辅助一下。
这一只就是白色的，看嘴巴的颜色。这2只全部都是异色的，吸收的都已经差不多了。喷了一点温水，现在把它的头给拽出来。好了，这样就没啥问题了。拽头的时候，切记方向不能搞反了，不然的话就不是辅助，那是送人头了。这一只异色的刚刚也拨了一点，然后还是把头给拽出来。辅助到这一步，基本上就等它自己出壳。第3只异色的也是一样，现在就把它们放到孵化器，一般到这个程度，基本上吸收的已经差不多了，最多也就2-3个小时，它们就自己出来了。这有一只异色的，脑袋的这个状态我看着特别不舒服，辅助一下。今天已经是第25天了。现在就等它们自己出壳，看起来有点虚弱，所以说必须要辅助。这个辅助是根据鸭子的实际情况去实施的。1个小时之后出来2只，看起来是不是很丑啊？先放到保温箱。另外一只也顺利出壳，现在等它们羽毛干呢，就可以开始给它们放食物、放水，让它们自己吃喝。3只小鸭子羽毛都干了，带出来让大家看一下，感觉一个比一个丑啊。这一只是最丑的，不过你们要相信，小的时候比较丑，长大的一定很好看，所以说它是一个潜力股，我是比较看好它的。这一只小黄鸭长大的是一只白的，过几天要送人喽。这2只异色的，我准备给它们养起来，看一下长大的是什么样的。我现在对异色的科尔鸭情有独钟，白色的反而没特别大的兴趣。最近也孵化了不少鸭子了，所以说有多的全部送给靠谱的兄弟。鸭蛋已经送了10多个出去了，反正都是自家鸭子下的，只送不卖。母鸭子今天把2只小家伙带出来溜达了，这2个家伙完全就是跟屁虫啊，母鸭走哪里它们跟到哪里。这一只小3号刚刚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摔了一跤，起不来了，母鸭子都快急死了。哎，它自己爬起来了，这该不是又要带小鸭子去爬楼梯吧？完了，被我说中了。它每一次出来都要把小鸭子带着爬楼梯，人家小3号上不去，母鸭子骂骂咧咧的。这个母鸭子又要现场教学的，每一次都是这个样子。但很明显，这个小3号是上不去的。它的跳跃能力和小黄鸭真的是差远了，所以说我感觉它是上不去的。哎，又摔了一跤。哎呀，这个小3号好喜欢摔跤啊！重点是它摔跤的，它要半天才爬得起来。这个母鸭子都快急死了，刚刚还站着在，这躺下的就起不来了。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母鸭子是怎么解决这种事情的，不需要去辅助它们。在母鸭子的鼓励下，小3号自己最后爬起来了，但是楼梯还是上不去。刚刚小3号好不容易爬起来了，母鸭子又在教它爬楼梯，结果又摔了一跤。哎，这是咋了？对这个爬楼梯情有独钟。关键是小3号这一次是真起不来了，看来还是要我来辅助一下。这个小3号今天就不适合出门，出门必摔跤，上楼梯也摔跤。还好多数时候它可以自己爬起来，这一点挺不错的。关键是这个母鸭子啊，对这个爬楼梯特别执着，只要是一出来就带它们爬楼。这个小3号今天又跳又摔跤，现在估计都已经没有体力了，它都不爬了。这个母鸭子自从孵化出小鸭子，它就不能带着它们出门，一出门一路上骂骂咧咧的，总觉得有刁民要害它的鸭太子一样。我不是刁民啊，我只是把它2个孩子放到桶里面，让它找不到，仅此而已。还给它吧，不然的话它一路上都骂骂咧咧的，谁招架得住啊？鸭妈妈还是挺负责任的，窝里面还有一个蛋，玩了一会儿就回去孵蛋去了。这只小黄鸭因为稍微大一点，现在也没那么怕冷，所以每一次都躺在鸭妈妈的背上。小3号刚刚出来又跳又摔跤，肯定累了，钻到鸭妈妈的肚子下面睡觉去了。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枚鸭蛋，
这一颗鸭蛋我刚刚照了一下，估计后天就要开始着壳了，也挺快的。到时候看一下是什么颜色的。你小子今天辛苦了啊！明天出来继续让你妈带你爬楼梯。刚出壳几天的小鸭子还是比较怕冷的，所以它又钻到鸭妈妈的肚子下面去了。这只母鸭子真的是挺靠谱的，孵蛋带娃都是高手。等第3只小鸭子出壳吧。科尔鸭孵化的第3颗鸭蛋已经开始在着壳了，预计明天就会出壳，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。鸭蛋还在我手上呢，母鸭子把旁边的草全部都盖起来了，这保暖措施做得真到位。小3号在它肚子下面，来，蛋还给你，你继续孵化。这母鸭子也太靠谱了。前段时间别人说我家这只鸭子品相特别差，嘴巴太长。这是一只 S 级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孵蛋的时候拍出了它嘴巴的确很长的样子，其实比较短。小3号在这里呢，前几天就因为小3号爬了几次楼梯摔了几跤，然后有粉丝建议我把楼梯给改造了，甚至有人说小3号活不了，他现在还活得好好的，不用担心。下午再过来看一下。有人说你天天看天天看，每一次都会影响小鸭子出壳。好，我听你们的，我现在一天看3次，可以了吧？这是我今天看的第2次，这个情况今天肯定不会出壳，所以说听你们的，我今天就不看了，明天我再来看一下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早上我说过来看一下小鸭子有没有出壳，结果发现蛋壳都在这里，说明已经出壳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哎，这不又是一只小3号吗？这3号的基因很强大呀，3只鸭子，2只都是它的孩子。看一下，和小3号长得一模一样，这个嘴巴比较短的就是今天出壳的。给它放到这里，它就往鸭妈妈的肚子下面钻。刚出壳的小鸭子体力还没恢复，等晚一点我们再来看一下。下午时间段，小鸭子的羽毛肯定已经干了，我们过来看一下。这2只一样的躺在一起，不仔细看的话，我都分不清谁是谁了。不过一个稍微大一点，一个小一点。这一只就是今天早上出壳的，稍微小一点，还是挺明显的。这一次科尔鸭孵化的3枚鸭蛋，全部都是自己出壳的，没有任何辅助。这个母鸭子真强大，这个鸭妈妈也辛苦了啊！还好现在温度正好合适。如果夏季的话，很容易把母鸭子给热死。过几天等小鸭子稍微大一点，让它们一起游个泳，这个母鸭子又变脏了。好了，现在让它们好好休息，吃点东西。过2天我们再看。看这个地方可以吧？特别凉快，而且这个小水坑里面鱼还挺多的，一群一群的小鱼。有空了拿我的小鱼竿过来钓一下。本来我是带我的几只小科尔鸭过来游泳的，结果这几个小家伙好像都不敢下水，有点怕我。我自己孵化了6只小科尔鸭，已经送了2只出去了。这4只里面那只小黄鸭马上也要被领养走了，剩下的3只我准备先养一养，看长大了是什么颜色。这一个个的出来也不游泳，怎么搞哦？要不带回去和另外几只小科尔鸭见个面，来个大团圆。回来了回来了，他们好亲人哦，为了追我腿都快跑冒烟了。现在让他们在这里休息一会儿，我把母鸭子孵的几只小鸭子带过来和他们一起玩一下。来了来了，好大一群小鸭子啊！看母鸭子都快忙死了，它以为别的鸭子要欺负它的孩子，它一个个的啄嘞。特别是这一只块头比较大的母鸭子，一直追着它啄。哎，这一只小家伙还敢反抗嘞，好神奇哦！母鸭子居然还知道哪几个是它的孩子，只要是谁挨着它的孩子，它就攻击谁，保护意识特别强。这一只大的是最倒霉的，每一次都盯着它打，可能觉得它的风险系数最高。所以说这带娃真心不容易啊！只要是有什么动物靠近小鸭子，它就追。它甚至连远处观望的鸡哥都想过去打一顿，但是很明显它打不过。就是这一只鸡把鸽子脖子都咬破了，特别凶。
我发现最开始孵化的这一只有杂毛的科尔鸭，长得好快呀！我感觉再有10天半个月，它和这一只母鸭子块头差不多大了，就是没有换羽毛而已。这母鸭子自从出来之后，好忙啊，操碎了心啊，真是。我刚刚一走，它们全部都跟过来了，拼命的在后面追。而且母鸭子孵化那几只小家伙也跟过来了，母鸭子被迫在后面追我。它估计怕自己的孩子被我拐跑了。这个阵容好强大哦，被一群鸭子追着跑。让我好好享受一下这种感觉吧，太好玩了。母鸭子的翅膀都快扇冒烟了。本来这只母鸭子是不亲人的，你走哪里它都不会跟着。这下好了，为了自己的娃，被迫跟人，嘴巴里面一直骂骂咧咧的。还好不会说人话，会说人话肯定在骂我。有啥办法呀？谁让你的娃这么快就叛变呢？完了，现在有一大群跟屁虫了。我现在走路的时候我得小心翼翼的，以免一脚踩死一个。其实主要就是我孵化那几只小鸭子比较亲人，然后他们6个在一起玩了一会儿，这几个小鸭子一跑，他们都一脸懵逼的追，反正你跑我就追。今天再来最后一次啊，然后你们就自己玩去了，就不要追我了。我走路我都不放心。好了好了，活动结束了啊，你们自己休息一会儿，一天也不能运动太久了。他们玩了一会儿，母鸭子又在锻炼小鸭子，从这个地方跳过去，这小鸭子过得去吗？小鸭子过不去，它就在对面一直叫。哎，它应该要从那一边过来了，这边肯定是过不来的。它从对面过来了，哎呦！这恨不得再插个翅膀过来找小鸭子，可着急了。这鸭子带娃一天真是操碎了心呐。这一只是最亲人的，然后今天也是最倒霉的，一直被母鸭子攻击。好了，先把他们几个给关起来吧，让母鸭子带着它自己的娃自己溜达一会儿，不打扰他们了。我刚刚在家里面听到母鸭子一直在叫，我就知道小鸭子肯定遇到危险了。出来一看，小3号又掉到坑里面去了。自从这一只母鸭子孵化了3只小鸭子之后，天天都是操不完的心了。哎，这个小3号终于从坑里面爬起来了。对的，前几天有粉丝问这只母鸭子母性这么好，如果你给它个乒乓球，它会当蛋孵化吗？正好早上我出去打球去了。等一会儿母鸭子带着孩子回家之后，我们试一下。他们一家小4口已经回家睡午觉了。这个时候把乒乓球放进去，看，母鸭子以为又有任务了，马上就过来了。来，组织上又给你安排任务了，这搞得还挺认真的哦。这个全能孵化器又要开始启动了吗？再试一次。这我怎么感觉只要是圆的，万物皆可孵化呀？来，再给你送点材料。这搞得还挺认真的，只要你给它送点材料，它就把窝给加固一下。我们再给它换一个试一下啊，这个就不像鸭蛋了吧？这么大，颜色也不一样。这一次没兴趣了吧？哎，看来是我们低估了它孵化的决心呢。虽然说它孵化的很认真，但是我们就不要太认真了啊，也就测试一下，然后就把这2个球拿走了。现在天气热，也不能让它一直孵化。这真的是孵化一旦上瘾，它觉得自己什么都可以孵化。还有就是这个小黄鸭越长越离谱，这个嘴巴比母鸭子都要长了。我现在都严重怀疑它是不是纯种科尔鸭了。3只小鸭子的出生时间也就错了几天而已，它的成长速度快得离谱。等长大了我们再看吧。走，我去摘点樱桃吃去。
我们家的这一棵今年樱桃还挺多的，结果都被鸟吃了。等一会儿去邻居家摘，他们家的樱桃特别多。这1个多月的时间，我们家鸭子下的蛋基本上全部都送给靠谱的兄弟了。昨天又出去给粉丝寄蛋去了，主要也是希望喜欢养科尔鸭靠谱的兄弟能够拿到靠谱的蛋。还有就是我自己也不想养那么多，不然的话，现在我肯定有好几十只科尔鸭了。不过还有2个好兄弟，我答应过送给你们小科尔鸭。这不，留了几个蛋，准备开始孵化。孵化到第23天的时候，有2颗蛋已经着壳了。因为最近温度还可以，所以23天着壳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。第24天的早上没啥变化，预计要到25天才会自己出壳。已经到了第25天，我感觉20分钟之内就会出壳，我们看着吧。10分钟的时间，它把这个壳着了一大圈了，下一步就要开始顶壳出来了。在它的不懈努力下，它终于出来了。这是3号的孩子，现在把它放到孵化器，让它完成最后的出壳。另外这一颗蛋，我们来看一下是啥颜色的，是一只白色的鸭子。又过2个小时，我过来看了一下，这一只应该在20分钟左右就要出壳了。这一次不是孵化了4颗蛋吗？有3颗都是受精蛋。这一颗24天下午嘴巴还没有进入气室，所以说我就给它剥开了，稍微有一点胎位不正。这种情况如果等下去，基本上是必死无疑的，因为同一时间放了3颗蛋，另外2颗23天都已经着壳了，它到了24天接近25天的时候，嘴巴还没有进入气室，那我们必须要辅助了。3号的孩子已经彻底出壳了，小黄鸭差不多也出来了，等一会儿把它们2个一起放到保温箱里面。那一枚我辅助的蛋，我准备继续辅助。孵化器里面还有1颗蛋，是前几天刚放的。小黄鸭和3号的孩子放到保温箱里面没有多久，这羽毛都干了，这个睡姿还挺别致的。要不是看到你有呼吸，我都以为挂了嘞。看一下，全身的羽毛都干了。把小黄鸭给翻起来。我辅助的这一只小鸭子，第25天的晚上已经被我弄成这个程度了，现在就不用管了，到了明天早上再看。第26天的早上，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，全部吸收好了，现在我们直接把它剥开就好了。看起来还有一点点没吸收好，不过这种问题已经不大了，直接放到保温箱。过了几个小时，我过来一看，我辅助的那一只羽毛也干了。3只小鸭子已经全部出来了，中间一个嘴巴长一点，我辅助的那一只嘴巴比较短。3号的孩子嘴巴也短，这3只都是要送好兄弟的。小鸭子还是小时候可爱呀。带它们出来晒一下太阳，等一会儿就放到保温箱里面。哎呦，真有一只胆大包天的狗，滚！这还越来越凶了嘞！要不是我要出来找鸭子，我就会跟你好好讲一下道理，以后你见到我都会绕道而行，更不会对着我叫了。我刚刚给奶奶送点吃的，然后2只鸭子跟着在，我就怕那只狗欺负它们，就让他们回去了。3号走的是陆地，大摇大摆的回去的。隔壁的鸭子比较有钱，坐飞机飞回去的。看，已经拐弯，拐到家的方向了。但是等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发现隔壁的鸭子失踪了，只有3号在家。难道它迷路了吗？于是我就到处找它，它听到我叫它就回应我了。在奶奶家一个很黑暗的房间里面，头上的蜘蛛网都搞满了。它居然还知道回来找我，
找我有事儿直接打个电话不就好了吗？这要不是我来找他，都不知道他啥时候能自己钻出来。哎，出来之后他都不等我的，直接自己飞走了，跑的速度还挺快的，已经下池塘了。正好3号也过来了，把他们带出去，从我经常走的2个方向训练一下他们。一般情况下他们是不会迷路的，除非拐到别人家去了。看一下隔壁的鸭子，等一会儿有没有飞回去啊？这里离得还是有点远的，拐弯已经回去了应该。再看一下3号的表现，飞得好高哦，也拐弯了，我预计都能飞回去。回来一看，他们整整齐齐的躺在这里，认家能力还是挺强的。所以说只要我们在家的时候，这几只鸭子基本上都是散养。现在这2只公的飞行能力是越来越强了，关键就是爱咬人的这个毛病不好，而且他们2个最喜欢咬的人就是我，所以总是喜欢追我，我去哪里他们都喜欢跟到哪里。但跑远了他们有的时候会自己飞回来，这一点也挺好的。还有就是以后给粉丝送的鸭蛋就靠你们2个了啊，加油！我说这一只保姆级的科尔鸭怎么突然就不见了？这是把豆芽的窝给霸占了，孵蛋上瘾了是吧？这一刻我很恍惚，怎么鸭宝宝比鸭妈妈的块头都要大呀？才1个月的时间哦，很不科学。所以我严重怀疑它是旧手机换的鸭子的孩子，这块头有点不靠谱。豆芽来了，他们2个又在开始抢窝，哎，真是服了。保姆级的科尔鸭为了保护孩子，选择以退为进，已经把窝让给豆芽了。之前这只母鸭子不是孵化出2只小3号吗？最小那一只被别人拐跑了，现在就他们一家3口了。这几天我发现这个豆芽也开始在半真半假的搞孵化了，每天白天都躺在窝里面，一到夜里就失踪了。可能他以为自己上的是白班，夜里回家睡觉去了，真不靠谱。所以说咯，这几颗蛋肯定是没用了。还好我比较机智，提前给他做了记号，如果下了新蛋我就能分辨，及时的把它们拿出来。好了好了，你就继续假装孵蛋，不要太认真了，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啊。再看一下这一家3口，左边的是鸭妈妈，右边的是鸭宝宝。这鸭宝宝我都怀疑1锅都炖不下，这长得也太快了吧，也就1个月的时间。这一只吧是属于比较正常的，只不过是比较胖，肚子像胀了气一样，但是块头也没那么夸张啊。但是你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只，有点离谱，离谱的有点过分了，1个月的时间不到就长成这样了。也不知道我最早送出去的那一批蛋里面有没有这种型号的，如果有的话不要见怪，我这里也有。后面送的蛋的那些兄弟不要担心，没几天我就把那一只鸭子送给别人了，所以说后来给兄弟们送的蛋不用担心，都是正宗的。这是我最开始孵化的那2只花色的科尔鸭，有一只送朋友了，现在都已经换羽毛了，挺好看的。这一只我就准备自己养着吧，挺喜欢的。